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，人类的一次转变改变了一切。这个转变就是从寻找食物到生产食物。这一转变让人类第一次真正掌控了自己的生存，也让世界从此不再一样。在那之前，人类仍然是大自然的孩子，我们四处迁徙，跟着季节走，吃山上的果子，捕草原上的野兽。食物多的时候就聚在一起，资源少了就分开。这样的生活自由却也脆弱，任何一次气候波动、干旱或瘟疫都可能让一个部落消失。农业的出现不是突如其来的灵感，而是漫长尝试的结果。很早以前，人类就知道种子埋进土里会发芽，也知道阳光和雨水能让植物长得更旺。可知道并不等于愿意去做。那时的人靠采集和狩猎就能活得不错，为什么要去干一份更累、更不确定的活？只有当人口增长、猎物减少或者气候变化逼迫他们留在一个地方，人们才开始尝试在营地周边照看一些植物，也许只是随手撒下几粒种子，或者保留某个长得很好的草。慢慢的，偶然的行为变成了习惯，习惯又变成了制度。真正能被驯化的植物并不多，世界上数十万种野生植物，只有几十种能满足条件，产量高，容易储存，口感好，还得容易种植。中东幸运的拥有小麦和大麦，中国有粟、黍和水稻，美洲有玉米和土豆，非洲有高粱，东南亚有芭蕉和薯蓣。这些植物成为人类的主粮，也决定了各地文明的节奏。农业革命的核心不是种地这件事，而是人类第一次发现自己可以改造生态、规划时间、积累剩余。农耕的过程极其缓慢，最早的农民可能依然靠采集为主，只在周围种些植物当补充。几十代人之后，他们才真正依赖农作物生存。而当第一批稳定的村庄出现，人类的生活方式便被彻底重写。为了照顾庄稼，人们必须留下，为了留下就要修房、储粮、养畜，为了保护这些成果，就得有规则和分工。流动的部落变成了固定的村落，村落之间又形成更大的共同体。那一刻，人类从自然的子民变成了土地的主人。定居带来了安全感，也带来了新的风险。采集者走到哪吃到哪，很少饿死。农民若遇上洪水或干旱，可能一整年无粮。定居还让人类第一次面对自己制造的污染，粪污、虫子、病菌聚集在一起，疫情成为常态。但这些代价换来的是稳定与积累。粮食能囤起来，陶器、纺织、冶炼、建筑慢慢发展，人类第一次有了家的概念，不只是住的地方，更是一种延续的生活。食物的充足让人口猛增。采集时代，一个女人生一两个孩子就够了。农业时代，她可以养活更多的孩子。几千年之间，地球人口从几百万飙升到上亿。人口增长又反过来推动更多的耕地开垦，更多的迁徙，更多的战争。人类的脚步从村庄延伸到平原、丘陵、河谷、草原，直到整个地球。与农业并行的是畜牧。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不是牛羊，而是狗。它们是伙伴、警卫、猎手，也有可能是肉。后来，牛、羊、猪、马、骆驼陆续加入。有了畜牧，人类不再完全依赖土地，草原变成牧场，游牧民族应运而生。农耕与游牧从此构成文明的两极，一个定在原地积累财富，一个逐水草而行，带来速度与力量。历史上有无数次，正是这些骑马的牧人击败了坐拥城墙的农业帝国。农业不只是经济变革，更是社会与精神的重塑。采集者的世界平等而流动，而农耕社会需要分工与秩序，有人种地，有人管理，有人负责祭祀。神也变成了庄稼与丰收的守护者，母神、土地神、雨神、火神、太阳神、月亮神一个接一个出现。人们开始相信，只要诚心供奉，按时祭祀，作物就能长好。宗教从此与生存绑在一起，也成为凝聚社会的纽带。农业让人类学会规划，也让人类学会焦虑。我们学会了看天、看水、算时间，发明历法，设计灌溉，修筑梯田，可也被季节绑死，年年重复同样的循环。采集时代，人类面对的是大自然的随机；农业时代，我们面对的是自己的安排。这种可控带来力量，也带来束缚。人不再自由，但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安全与持续。从此，文明开始积累，稳定的粮食来源支撑起城市、国家和帝国，剩余的粮食养活工匠、士兵和思想家。而农业也成了人类一切制度、文化与冲突的根源。
无论是财富分配的不均、阶层的分化，还是战争的爆发，几乎都与土地与粮食有关。回头看，人类从寻找食物到生产食物，不过跨出了一小步，却彻底改写了命运。那一步让我们更安全，也让我们更依赖，让我们有了文明，也有了冲突。它让我们能规划未来，但也让我们第一次体会到失控的滋味。人类学会了耕种，却也种下了新的问题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。